嘿，各位，明天我们要接待远道而来的几位老同学，咱们这顿饭要把面儿给撑足了。明天咱们6个人，他们也6个人，咱们点多少才合适呢？一般来说，咱们要点吃饭的人数加2道菜，也就是14道菜。那不行，怎么也得18道菜。那样我们几个人的开销会不会太大呀？没事儿，这顿饭我请客。这次的花呗不还没还吗？晚餐开始，请客的小庄 Sir 坐到了正对大门的主陪位置，带头的校友坐到了主宾位，也就是小庄 Sir 的右手边，而左手边是这次的副主宾。作为这次聚会的协调者，建国坐在了副陪的位置，其余的陪方和宾方交叉而坐，这场标准的中国式饭局开始了。和这场校友会一样，一场饭局不仅是吃喝，它还代表了我们的面子。不过，这种与面子挂钩的饭局，只是中国文化的专属吗？这是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岛，夸夸加夸族是这里的原住民族。酋长是这个村里最富有的人，但他却是个败家子。他把自家的蜡烛鱼、油脂、干货、铜片等财物通通送人。酋长还请全村的人吃饭，继续送礼，连续请好几天，等到客人都吃不下了，他就把没送完的财物点火烧了。最后还不满足，当着大家的面，他又把房子给点了。搁在今天，这位酋长属于典型的人傻钱多，但在夸夸加夸族人眼里，酋长疯狂的败家行为反而让他成为部落最有地位的男人，其他人只能臣服。这种文化现象后来被称为夸父宴。Potlatch 这个词要追溯到太平洋海岸族群的努查努阿特语，意为礼物或赠送。实际上，夸父宴的酋长慷慨赠礼，甚至毁坏财物，目的是为了羞辱在场的所有宾客，从而达到零和游戏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样一场宴会没有共赢合作，你我的地位一定要分出高下。而中世纪时期的英国贵族宴会上，吃饭和面子也紧紧挂钩。这位伯克利勋爵来参加宴会，至少带了150个家仆。按照成年人一天应当摄入的热量计算，索尔兹伯里的米特福德主教家每顿饭仅仅是鱼类的热量就差不多够了。对于贵族而言，宴席上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与主人的财富与慷慨程度有关。当然，贵族们表面是赴宴，实际上是为了攀附、相亲，食物只是人际博弈中的棋子。所以说，这场宴席只不过是英国贵族与食物的盛大表演。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前的美国也是如此。现代经济快速发展，大厦、汽车、可口可乐都已出现，但快速发展下，炫耀式消费的观念逐步加深。很多人参加宴会是为了和你比出高下。近乎同时，一位清朝皇宫里的内务府旗人正在御膳房点着油灯，奉慈禧太后的旨意制作大宴群臣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据传是集合满族与汉族饮食特色的宴席，原先是康熙帝66岁的寿宴，目的是化解满汉两族的不和。后来这一传统被后世沿袭。1977年，香港一家酒楼动用160多人，花了3个多月10万港元，才还原了一场清朝的满汉全席，可见它的奢华程度。正如溥仪所说，吃饭真的很麻烦。而如今在吃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没有这么复杂和浮夸。不过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一场饭局背后的博弈与意义，甚至如何在这种场合上表现得体，也有很多书籍教程可以参考。实际上，饮食作为一种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智慧礼仪。但如果过度讲面子、搞浪费，饭局就成为一种流弊。换句话讲，这个时代我们还是需要面子，但我们不需要夸父宴和满汉全席。这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响应。另外，据说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曾被迫在饭局上表演节目。你对吃饭有什么看法呢？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吃饭和面子就是不期而遇的一对伙伴。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当响应号召，拒绝浪费。你经历过的宴席是什么样呢？欢迎直接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观点与见解。同时，你可以关注 Water 一探究竟的微博频道，回复吃饭即可获得本期稿件参考的所有资料。W1会继续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话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关注我们，参与讨论，我们会尽快更新。拜拜。